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。你们从我的声音可以听出来，我得了重感冒，所以录制的效果可能不太好，请见谅。近期有些朋友私信我，询问如何从零开始学习理财投资，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经验的人。今天我就想分享一点我的经验。回想起来，我自己也曾经对理财和投资一无所知。虽然我一直读到研究生，大学时还辅修了金融学，但是没有任何的课程教会我如何正确的理解金钱，以及如何通过理财让财富增值。在开始工作之后，我更是没有机会接触这一领域的知识。直到近年来，生活环境的变化让我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，我才开始积极的学习，将理财和投资融入到日常生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获得了一定的财富增长。今天呢，我就将我的学习心得分享给大家。在很多人眼中，理财和投资非常的复杂，要学习的内容很多。那我今天就化繁为简，只要你从这3个步骤开始，或者说问自己3个问题，然后找到这3个问题的答案，你就可以入门了。那是哪3个问题呢？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理财跟投资？第二就是我们在进行理财和投资前，哪些知识是必学的？第三，我们如何从零开始投资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我相信观众们各自有自己的见解。所有的目的总结下来就是以下的3点。第一点就是对抗资产贬值。在任何的健康的经济体中，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温和的通胀目标设定为2%，但是在特定情形下，通胀率可能会更高。只要资产的收益率低于通胀率，资产就会贬值。因此，只有通过合理的理财和投资策略，才能确保资产的增值速度超过通胀率，避免贬值。第二点，就是为了达成长中短各期的财务目标。无论是你的日常开销、紧急备用金、大额支出，还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消费，亦或是退休规划，每一项都需要进行精心的理财和投资计划。第三点就是实现财务自由，这是许多人的终极目标。只有通过理财和投资，我们才有可能有效地增加资产，创造被动收入，并且利用复利效应为达成财务独立的目标而铺平道路。既然理财和投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，而且所要学习的内容范围广泛，那作为初学者，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？我自己在开始探索理财和投资的时候，主要集中在2个关键领域。首先就是对金钱的正确理解以及理财的基础知识，其次是投资的初步知识。在理解金钱和掌握理财基础知识方面，我认为以下的主题比较重要。第一，就是如何设定长期、中期和短期的财务目标。第二，就是财务规划的策略。第三，就是如何的合理的配置资产。第四，就是债务管理的方法。第五，就是被动收入的概念、重要性以及实验方式。第六，复利效应。第七，如何创造多元化的收入来源。至于投资的基础知识，我们可以关注以下的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就是个人投资者可选择的投资标的有哪些。第二，就是投资股市的基础知识。那我们为什么是首选股票投资呢？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的投资方式，股票投资入门比较容易。例如房地产投资需要有较高的资金准备，其他的像是期货、大宗商品或者是虚拟货币，对投资者的专业要求又比较高。大部分初级投资者都是从股票投资开始的。那在最后一部分介绍如何从零开始投资，我也会以投资股票为例来讲解。第三，就是投资中的风险管理。那通过聚焦以上的这些领域，初学者就可以初步的建立自己的理财和投资的知识体系，为实现财务自由奠定坚实的基础。帮助我们学习理财和投资的书籍有很多，但是大多数这类书籍的内容呈现方式可能会显得比较枯燥。我自己也曾经购买过不少理财投资的书籍，但是往往只看一部分就不再继续了。因此，我最近撰写了一本名为《理财姐妹花》的书，英文名叫做《Financial Management Essentials Unlocked》。
这本书采用的是小说的形式，通过一对表姐妹和她们身边人物的对话，在不同的章节中逐渐揭示出理财投资的核心原理，以及许多可以实践的策略方法。同时，它还旨在帮助读者树立积极的金钱和财富观念。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在亚马逊上架，目前正处在活动期间，直到美西时间6月21日都可以免费下载。如果你是 Kindle Unlimited 的用户，不限活动期间，随时都可以免费阅读这本书。我已经把这本书在亚马逊的链接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里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。在我们掌握了理财和投资的基本知识和原理之后，实践就是最好的老师了。我在开始学习投资股票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按照以下的步骤来进行的。第一步呢，我会去了解基本的概念。在这一过程中呢，我学习并且掌握了股市和投资的基本术语和概念，例如什么是股票、债券、基金、市盈率、分红等等。我还学习了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这两种主要的股票分析的方法。那第二步呢，我就为自己开设了一个交易的账户。通常来说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可靠的在线券商开设交易账户，当然线下的也可以。以下呢就是比较主流的券商平台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。对于新加坡或者东南亚本地的用户来说呢，还有一些本地化的平台。那我在这期节目中呢也进行过介绍。对于初学者来说呢，最重要的是要选择界面友好、操作简单、费用低廉，最好还能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的平台。接下来我就会进行模拟交易。在开始实际投资之前呢，你可以利用模拟交易账户进行练习，这样你就能够在不冒真实资金风险的情况下，迅速的掌握交易的流程，并且测试你的投资策略。第四步呢，我会从小笔金额开始进行投资。一旦你感觉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用小额资金进行投资。你可以选择一两只你熟悉的，并且已经过研究的股票来进行投资。当你感觉到所有的操作比较熟练之后，就可以逐步增加你的投资组合。这时候你发现你已经成功入门了，成为了一个初级的投资者，所以恭喜你。接下来你只要持续学习，分析股票和市场的动态变化，调整好你的投资策略，管理好投资风险，你会逐渐从一个初级的投资者进阶成为成熟的投资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点赞、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